酒吧里，那些被控制起来的游客此时也被吓得魂飞魄散。一个好端端的大活人刚走到门口，头颅就滚落在了地上，这简直就是匪夷所思。那首领此时也吓得脸色惨白，他下意识后退几步，脱口喊道：“快，有敌人！”仅存的几名武装分子立刻变得无比紧张，一个个端起枪来，警惕地盯着大门，生怕门外冲进来千军万马。首领心里已经彻底慌了，自己把3队人马都留在了外面，还从4队派出几人前往处理。如果他们真的全都遭遇不测，那自己今日恐怕也是必死无疑。想到这里，他立刻用枪口对准塔瓦纳，厉声呵斥道：“到底什么人？赶紧给我滚出来，不然我就一枪杀了他！”言罢，他又对几名手下说道：“枪口不要对着门，全都对着身边的人质，一会听我命令，我说开枪，就把所有人全部干掉。”周围人质一听这话，顿时吓得尖叫连连。黑衣人首领刚想厉声呵斥，忽然发现身边这些人质仿佛瞬间集体失去意识，一个个全都昏倒在了原地。他和他的手下一时间陷入恍惚与迷茫，原本以为这些人肯定是商量好的，想要装死，可是转念一想，这些人一直都在自己眼皮子底下，怎么可能有机会串通？那难道是一听说要把枪口对向他们，全部都吓昏过去了？可这不条动作也未免太统一了吧？黑衣人首领一脸茫然，结果发现倒也不是所有的人质都昏迷过去，现场还有3个人清醒着，一个是塔瓦纳，一个是哈米德，另一个便是大富豪伯纳德·埃尔诺。黑衣人首领疑惑不已，看着3人问：“你们3个为什么没有昏倒？”塔瓦纳也搞不懂，爸妈为什么和其他人一样，瞬间仿佛失去意识。他只能老老实实地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黑衣人首领看向哈米德，咬牙切齿道：“哈米德，你也没昏过去，老实告诉我，这件事和你有没有关系？”哈米德心里也非常疑惑，但此时倒算淡定，故作惊讶地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你怎么知道我的真名？”那黑衣人愤然道：“事到如今，我也不跟你藏着掖着了。我们这次来目标就是把你干掉。你他妈的放着你好好的中东土皇帝不当，跑到这里来度假，现在害我我们身陷囫囵，我他妈真想一枪崩了你！”一名手下立刻说：“老大，咱们还犹豫什么？直接把哈米德那个狗日的干掉吧！干掉他，咱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一半了。”黑衣人冷冷道：“我不需要你教我做事。现在外面有我们摸不清楚的神秘敌人，我们必须要留着这几个人做人质，才有可能博取一个生的机会。对这黑衣人首领来说，今天来执行任务是为了赚钱，而不是为了牺牲。整个黑水公司虽然规模极其庞大，麾下雇佣兵无数，但大家从来谈不上什么所谓的忠诚。每个人把头别在裤腰带上，加入黑水公司，为的是赚钱，而不是成为黑水公司的烈士。所以事到如今，他已经不关心能不能完成任务，他只关心能不能活着离开这里。如果杀了哈米德，自己就少了一个很有分量的筹码，他才不会犯这个傻。随即他将枪口对准伯纳德·埃尔诺，厉声质问：“你呢？你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你没有昏迷？”伯纳德·埃尔诺眼神躲闪的左看右看，支支吾吾道：“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”黑衣人首领将枪口对准伯纳德·埃尔诺身边已经瘫倒在地的女人，那女人便是伯纳德·埃尔诺的老婆。接着他怒不可遏地说：“你不知道是吧？好，我一枪打死你老婆，看看她到底是不是装的。”说罢，他没有任何犹豫，立刻就要扣动扳机。就在这时，大门外忽然传来一个冰冷的声音：“总是把枪口对准这些老弱妇孺，又算得了什么本事呢？”黑衣人首领下意识转头过来，只见门外缓缓走进来一个年轻男人。那男人身穿印着椰树图案短袖短裤，脚上踩着一双人字拖，脸上还挂着毫不掩饰的不屑笑容。塔瓦纳看到这个身影，整个人感觉仿佛天神下凡，不可置信地哽咽道：“叶先生，
真的是您吗，叶先生？说着，泪水已经瞬间充盈整个眼眶，以至于完全看不清叶晨的样子。哈米德激动的几乎要原地跳起来，兴奋道：叶老弟，你终于来了，叶老弟！这帮王八蛋是来刺杀我的，而且他们刚才自称是万龙殿的人，我怀疑他们不但要针对我，也要针对万龙殿。伯纳德·埃尔诺此时也认出了叶晨，他并不知道叶晨的真实身份，但是他对叶晨这张面孔可谓是记忆深刻，甚至是恨之入骨，因为当初就是他带着那个卖假话的张二毛，逼着自己买了几亿美金的垃圾作为回春丹拍卖会的配货，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，竟然能在自己的岛上见到这个年轻人，而且看起来塔瓦纳也认识这个年轻人。一想到刚才突生变故，恐怖分子瞬间紧张惊恐，他意识到叶晨可能是改变这场局面的关键，于是赶紧开口：叶先生，好久不见了，叶先生。叶晨微微一笑，说道：埃尔诺先生，好久不见。不知道最近你名下那些奢侈品店还在搞配货销售吗？伯纳德·埃尔诺尴尬地躲闪着叶晨的眼神。配货是肯定要配货的，自己的奢侈品牌赚钱全靠配货。虽然自己上次买回春丹就因为配货吃了大亏，但是相比之下，自己的配货是对全球消费者普遍性的配货，所以自己从配货上得到的收入肯定也更多。所以自己怎么可能因为吃过一次亏，就直接断了自己的财路呢？相反，自己现在要求他们配货的政策要变本加厉，要抓紧把自己买回春丹前后花的钱给赚回来。于是他尴尬地对叶晨说：配不配货这个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，不过叶先生您放心，无论您看上我们集团旗下的任何一个品牌的商品，都可以享受免单的政策。叶晨讥讽道：你这老登抠得要死，我要是去你店里拿了东西不给钱，你恐怕3天3夜都要睡不着觉吧。伯纳德·埃尔诺不好意思回答。那黑衣人首领没想到叶晨跟人质聊起来了，立刻用枪口对准他，质问道：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外面那些手下被你怎么了？叶晨笑道：你那些手下都被我杀了，现在尸体在外面堆了一地。黑衣人首领瞪大眼睛，不可置信地吼道：怎么可能？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佣兵，你一个人怎么可能悄无声息地把他们全都干掉？